好，我们来聊一个大家可能都听过，但细节又很模糊的悬案。时间回到1947年，地点是美国新墨西哥州一个很不起眼的小镇。就在那片沙漠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件彻底颠覆很多人对天空想象的事。你看好这件事最妙的地方在于，它有2种完全相反的版本，一个是官方说法，白纸黑字写在那里；另一个呢，是当时在场的人用他们的记忆拼凑出来的故事。所以问题来了，到底哪个才是真的？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抽丝剥茧，看看这个号称史上最有名的 UFO 悬案，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你可以想象一下吗？1947年7月8号的早上，你拿起了报纸，然后头版头条就写着这个，这可不是什么小道消息哦，这是美国军方自己发的新闻稿，亲口承认他们手上有一个飞碟。哇，这个标题简直就像一颗原子弹，才1个晚上，全世界都炸锅了。但是哦，事情好玩的就在这里，真的才隔了24小时，整个故事180度大转弯。昨天还在讲的那个轰动全世界的飞碟，突然之间，军方改口说搞错了啦，那只是一个气象气球而已。你想象一下，这转变有多快多奇怪？就是这个急转弯，让大家开始觉得，这里面是不是有鬼？阴谋论的火苗就是这样被点燃的。从那一刻起，罗斯维尔事件的重点就不再是我们发现了什么，而是变成了军方到底在隐瞒什么。所以，想搞懂这个谜团为什么会传这么久，我们就得回到最一开始，去听听看，那是当时真正在场的人，他们是怎么说的。他们口中的故事跟官方的版本可以说是天差地远。当时第一个奉命去处理现场的情报官叫做杰西·马塞尔少校，他偷偷带了一些碎片回家给他老婆跟儿子看。后来他儿子回忆说，那些东西简直太神奇了。你想象一下，有一种金属片像铝箔纸一样，你把它捏成一团，一放开，它自己就刷地弹回原本平整的样子。还有一些小小的工字梁，上面刻着看不懂的，有点像象形文字的紫色符号。这些东西怎么听都不像是地球上该有的吧？好，如果说那些碎片还不够劲爆，那接下来这个真实就真的让事情一发不可收拾了。说这话的人叫做华特·郝特，他就是当年那个向媒体发布抓到飞碟新闻稿的军官。在他过世之后，家人公布了一份他预先写好的宣誓书。他在里面说的根本不是什么零散的碎片，而是一个还算完整的蛋形的飞行器。然后，故事就进到了最黑暗也最让人不敢相信的部分。在同一份宣誓书里，浩特丢出了另一颗震撼弹。他说，他不只看到了飞行器，他还看到尸体。身材很小，像小孩子一样，可是头不成比例的大。这个指控一出来，罗斯威尔事件的层级就完全不一样了，从捡到奇怪东西，直接升级成外星生物坠机罹难。而且说看到尸体的不止豪特一个人，几十年下来，陆陆续续有其他的证人跳出来，像是殡仪馆的老板就说，当年军方曾经打电话来问有没有定做儿童尺寸的棺材。更关键的是，几乎所有证人都提到一件事，他们和他们的家人都被军方的人找上门，用非常严厉的口气警告，如果敢乱说话，他们的人身安全可能就会有问题。这也让政府掩盖真相这个说法听起来更有说服力了，对吧？好的，目击者的故事是不是听起来很刺激，充满了各种不可思议的细节？那么现在我们换个角度来听听官方是怎么解释的。面对这些这么惊人的指控，美国军方总得给个说法吧。他们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冷战、谍对谍跟国家安全的故事。事情过了几十年之后，美国空军终于解密了一项计划，他们说这就是罗斯威尔事件的真相。这个计划代号叫做莫古尔。你想想看，在冷战刚开始的时候，美国最怕的就是苏联偷偷搞核子试爆，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用一长串超级大的高空气球，把非常灵敏的麦克风送到大气层的高处，去偷听地球另一端的核爆声波。
这在当时可是最高机密中的最高机密。你看这张照片就知道，这玩意跟你我想象中的那种单一颗的气球完全不一样。它是一整串非常复杂的设备，上面还挂着好几个用木条跟锡箔纸做成的，看起来很像风筝的雷达反射器。你想嘛，在1947年，一个牧场主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看到这种从没见过的东西，会觉得它是外星来的，好像也很合理。当这么一大串可能有几百英尺长的设备从天上掉下来，那个残骸会散布得非常非常广。所以空军的说法就是，那些目击者看到的所谓记忆金属，其实就是雷达反射器上的锡箔纸，而那些象形文字搞不好只是粘合胶带上面的花纹而已。因为整个计划是最高机密，军方当然不可能承认啊，所以只好随便掰一个气象气球的理由来打发大家。不过，那尸体要怎么解释？这一直是官方说法里最难自圆其说的地方。后来，空军在1997年的一份报告里提出了一个理论，他们说这可能是目击者的记忆产生了时间压缩的现象，意思就是说，大家看到的那些所谓的外星人，其实是50年代，也就是好几年之后，军方在同一个地区做高空跳伞实验用的测试假人。他们认为这些人的记忆把不同时间发生的事情错误地连结在一起了。好了，到目前为止，我们有2个版本的故事，一个是外星人坠机，一个是机密的间谍气球。而这2个故事的最终对决，就集中在几张当年留下来的非常关键的照片上面，就是这张。这可以说是罗斯威尔事件里最经典的一张照片。照片里这个人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情报官杰西·马塞尔。当年军方就是叫他拿着这些碎片拍照，然后昭告天下说：各位看到了吧，就只是一个普通的气象气球啦。这张照片原本应该是为整起事件画上句点的，没想到在他晚年的时候，马塞尔少校本人居然亲口推翻了这张照片。他斩钉截铁地说，照片里的东西是假的。他说他从现场带回基地的是那些很神奇弄不坏的金属，但是在拍照之前，有个将军把他叫到旁边，叫他闭嘴，然后让人拿了些普通的气象气球碎片来调包，演了这场戏给媒体看。好，现在轮到我们自己来办案了。大家仔细看哦，左边这一张就是马塞尔少校跟那些官方宣称的残骸合照，右边这一张呢，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莫古尔计划气球的零件。你觉得这两边的东西长得像吗？说真的哦，照片里的这些碎片到底是莫古尔计划掉下来的真东西，还是根本就是军方为了骗过媒体跟大众特地摆出来的道具？所以你看，同一张照片竟然可以有2种完全相反的解读，这就完全取决于你选择相信谁。你是要相信一个庞大的军事机构，他们提出了物证跟科学分析，还是要相信一个当时就在事件核心的军官，他说这一切都是一场骗局。这也让罗斯威尔事件的本质从一个物理上的谜团变成了一个关于信任的难题。时间过去70多年了，罗斯威尔的谜团到今天还是没有解开。这个故事之所以这么吸引人，我想或许是因为它触动了一个很深层的问题，那就是当官方的说法跟你亲身的经历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你该怎么办？说到底，罗斯威尔留给我们的其实是2个都很强大，也都很能说服人的故事。一个故事是关于宇宙、未知跟探索的，它挑战了我们人类在宇宙中的定位；而另一个故事是关于权力、秘密和国家机器的，它反映了我们人类彼此之间的不信任。作为当年第一个向全世界宣布发现飞碟的人，华特·浩特用这段遗言为他的一生下了最后的注解。他到死都坚持自己初的说法。他的这句话其实也代表了所有那些坚称自己当年看到的绝对不是什么气球的目击者们的心声。所以到底是什么东西掉在了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是一个气象气球，一个最高机密的间谍设备，还是真的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访客？这个真相可能很简单，也可能比我们任何人能想象的都还要离奇。
这或许才是罗斯威尔事件留给我们最根本的问题。当官方的历史记录跟个人的记忆产生了无法和解的冲突时，哪一个才比较接近真实？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或许就跟那片西墨西哥州的沙漠一样，辽阔、安静，而且充满了我们还不知道的秘密。